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咱做一个豆乳蛋糕，就是用豆浆加上奶油调制出来的豆乳夹在蛋糕的中间。咱们国人非常喜欢喝豆浆，所以这个蛋糕一出来就受到了好多朋友的喜爱。豆乳入口即化，蛋糕松软细腻，而且学会了今天这个蛋糕胚子的做法，基本上所有的蛋糕卷就都可以做了。制作这个蛋糕需要用到黄豆粉，可以买现成的黄豆粉来用，或者是用小时候喝的那种豆奶粉也行。如果自己制作，就是准备200克的黄豆，不需要浸泡，只需要用清水冲洗一下表面的灰尘，然后捞出放在烤盘里，放入烤箱，用上下180度烤至黄豆表面微微开裂。黄豆记着不要清洗时间过长，清洗时间过长，黄豆在烤的时候还没烤熟就裂了，这样会误导我们认为黄豆已经熟了。黄豆烤熟之后就先放凉，然后放入到研磨机里研磨成黄豆粉。自己用这种小型的研磨机磨的会比较粗一些，磨成粉之后最好再过筛一遍。如果是买的现成的黄豆粉，需要看一下是生的还是熟的，如果是生的就放在炒锅里用小火炒熟就行。还有一种最简单的选择，就是直接用小时候喝的那种豆奶粉。准备好的黄豆粉取50克放在一个杯子里，然后加入400克刚烧开的热水，用料理棒搅拌均匀，这样就做好了一杯很浓稠的豆浆。最后把豆浆过筛一遍，过滤掉多余的残渣，然后放凉就可以来制作蛋糕了。做蛋糕是准备2个碗，在其中1个碗中加入60克的豆浆。接下来准备5个中等大小的鸡蛋，大约每个60克左右。蛋黄和豆浆放在一起，蛋白放在一个干净无水无油的碗中。分离好之后，就把蛋黄和豆浆先搅拌均匀。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加入40克的油。同样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过筛60克的低筋面粉，加入面粉搅拌成均匀的面糊，这份材料就准备好了。接下来在蛋白中加入60克的白砂糖，1克的塔塔粉，然后把蛋白打发。塔塔粉可以用几滴白醋或几滴柠檬汁代替。材料打发到中性发泡，打蛋器在材料中拿出来带有这种弯钩状就行。接下来就取1/3的蛋白和第一份材料混合在一起，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材料混合均匀。混合均匀之后，把2份材料倒在一起，同样用抄底翻拌的方式把材料混合均匀。混合的时候要稍微快一些。最后把混合好的材料倒在烤盘里，辅助找平之后送入烤箱。烤箱需要提前把温度预热好。这个烤盘的大小是32厘米乘28厘米，只要是和这个差不多大小的都可以。那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烤箱预热到上下都是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25分钟左右，之后把温度调到上下都是190度，再烤3分钟，这样可以防止做蛋糕卷的时候掉皮。较小的烤箱实际温度受热会稍高一些，烤的时候温度适当调低一些。蛋糕烤好之后就取出放凉，趁着放凉的时间就来制作豆乳酱，就是在刚才剩余的豆浆里加入2个蛋黄，搅拌均匀。剩余的豆浆大概是300克左右。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40克的白砂糖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。再加入45克的玉米淀粉，搅拌均匀。
最后加入10克的黄油，然后把这份材料加热。加热的话要不断的搅拌，而且火不能太大，不然就容易糊。大概是加热了15分钟左右，就能熬成这种粘稠的糊状。熬好之后就放在一旁放凉再用。材料放凉之后，再准备200克的奶油奶酪和刚才的豆乳酱掺在一起，用搅拌器搅拌均匀，最终的豆乳酱就做好了。刚才加热的时候可以熬的稍微稠一些，稠了在这一步的时候可以加入少许的牛奶稀释。如果是稀了，在做蛋糕卷的时候就容易流出来。制作的这个蛋糕胚子把豆浆换成牛奶，就是一个比较通用的蛋糕胚子，可以适合制作各种的蛋糕卷。最后把豆乳酱挤在蛋糕胚子的背面，卷起来就完成了。为了更好的卷起来蛋糕的侧面最好切一下，下面铺上一张比较长的烘焙纸，卷起来之后等个10分钟定型。最后可以剩余少许的豆乳酱在蛋糕的表面进行装饰，再撒上少许的黄豆粉，最终这款豆乳蛋糕就做好了。由于是自己磨的黄豆粉，所以吃起来的豆香味特别重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